第3个就是那什么，你在打咯。哦，那我们之后会在下一集的排球急诊室去跟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好了，今天就好，以上好。嗨，大家好，我是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接发球阵型。很久没看小教室了吧？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好，那我现在来问问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阵型？其实排球里面有非常多地方都会用到阵型，不管是像我刚刚说的接发球，那我们在防守上也有阵型，甚至到拦网也有阵型。在不同的技术上运用阵型这件事情，可以提高我们的成功率，然后球队运作的流畅度，然后跟每一个球员之间的工作量都会降低，因为大家可以分配好自己各自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我要全包，这样子大家就不会那么累，然后也做好每个人的分工。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放在接发球阵型，之后也会跟大家介绍防守阵型跟拦网阵型。好，那接发球阵型还是没有概念，对不对？那我们接发球阵型，我先跟大家说，我们会影响接发球阵型有4个元素。第一个是方向，也就是对方发球的位置；第2个是人数，也就是我们能够接发球的人的人数；第3个就是发球种类，对方发球可能是跳飘、站飘，甚至用下手发球，或者是跳起来用强扣的跳发，各种发球我们会用不同的阵型去面对。然后第4个就是个人习惯，有些人我就是比较会用高手接球，我就是比较会用低手接球，不一定，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会因为这样子去做一些微调。好，那综合这4个元素啊，就会形成我们最后每个球队有独特的、有自己不一样的接发球阵型。那我们之后会在下一集的排球急诊室去跟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阵型的讲解。好，那我们就先进入正题。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方向。那方向指的是什么呢？方向就是在讲说对方发球的位置。好，那假设我在6号位接发球，那对方可能会从1号位的那个界外的地方发过来，所以我会面向这一边。可是对方从5号位的界外那边发过来的话，我就会面向这一边。那面对不同方向的发球，我就是要做我的那个阵型上的调整。那这个方向指的就是对方发球发过来的位置。所以根据不同的可能，1号位外面发过来的球，5号位外面，甚至6号位，或者是在2个位置之间不同的那个发球位置发过来的球，我们都要去做一点点就是前后的微调。好，那再来就是要来讲我们要怎么去站这样子的那个接发球阵型。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影响接发球阵型有4大元素，那其中第2个就是人数。那我们今天都先以3个人接发球作为举例。那接发球跟防守有点类似，大家可以去记得一个概念，叫做弧形。那这个弧形的概念就是大家长期打球累积下来的一个经验谈，这样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接球范围，或者是我们团队的接球范围，我们都以弧形为主。因为我接发球的时候，我会往右前或往左前做导伸，而不是往右侧或往左侧。这个弧形的由来是因为，当你一个球员你练球练到很习惯，你手感很好，你通常会用类似的力道去处理球、去击球。所以好，我假设我用10分力，那我打了10公尺远，那我就像刚刚说的，我往这个角度打10公尺，往这个角度打10公尺，往这个角度打10公尺，那他们就是一个圆弧状，所以这个弧形很重要。之后在接发球跟防守的阵型中，我都会一再的去强调这个弧形。那我们看一下球场图，就是当我们在1号位发球的时候，我们这一侧我方的接发球的人发直线的，像刚刚的理论一样，发直线的10公尺会是比较靠近底线的地方，那发到斜线的就会越来越短。所以我们站直线接发球的人站最远，可能站到底线前3公尺，也就是大概球场的6公尺左右，甚至到8公尺，然后一个肩膀以上奥赛的位置。所以这就是5号位接发球的位置。那6号位接发球的人就是稍微比他再往前一点点，2个人不要平行哦，因为平行就会有很多你知道
我们两个可能是他的，可能是我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他这个小技巧。好，那1号位的接发球，因为它是在最斜线的地方，所以一样这个圆弧状维持下来，它在最前面的地方，就是比左边那个6号位的人再往前1-2步，所以就变成一个弧形，有没有？这个概念出来了吧？好，那这时候大家就会问说，那这样1号位那个角落那个最远的那个角怎么办？当然，那个地方还是要去接，还是要去预防。但是相对来说，你也不可能一直瞄准那个角落，一直发得很准，发在那个角落上。我们阵型是为了大部分的球都变得更好接，而不是去针对说，每一个角落都必须要守好。OK， 可以接受吗？我们是阵型这件事情是像刚刚说的，为了提高成功率，然后为了提高球队运作的流畅度，然后跟减少工作量，你就站到位啦，然后对方大概发球都发在你身上啊，我根本不用动就可以接到球，这就是我们阵型想要看到的东西，也是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发球位置，就是5号位。那发球者在5号位后面发球的话，就反过来，就是站在1号位接发球的人站在最后面，6号位稍微比他往前1步，然后5号位的人再往前2步，所以一样又形成一个圆弧状。然后有人就会问，那6号位的发球怎么办？6号位就是6号位的人站最深，那1号位的人站我右前一点点，然后5号位的人站我左前一点点，然后也是一样一个圆弧状。圆弧状的重心就是在对方的发球位置。好，那我们来一个随堂的小测验。那大家想一下，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分享你的答案。就是那如果说对方的发球是在6号位跟1号位之间呢，在一个不是1号位也不是6号位的位置发球，那我们要怎么应对？好，想一下哦，等一下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的样子。好，那这些片段都是我们比赛过程然后我们就拿来做一下讲解，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实际运用的样子。那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发球，我们现在先不讲发球种类，不管他发什么样的球，但我们会因为这个方向，我们去做我们那个圆弧状的调整。像对方在1号位发球，我们这样站，就是那个1号位站在最前面，然后往左一个圆弧状到直线站在最远的位置。然后5号位发球的时候，一样就反过来，所以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逻辑，然后去完成这样子的，去站到这些位置。好，那来一个小小的那个题外话，就是刚刚有说到2个人之间不要平行的站。来，这边有一颗被 S 了。因为平行站2个人之间会有误会，像我刚刚说的圆弧状的防守，那2个人平行的时候，他们2个没有办法圆弧，因为会撞在一起。我们有强调说要往前站1步或往后站1步，那当圆弧状的防守，我们2个会是前后手，那可能前面那一个人就守前面的球，后面这个人就帮忙 cover 后面的球，那这个就不会互抢，也不会误会。那平行站就是，所以就被 S 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接发球阵型重点。那我这边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之后会再出阵型的急诊室，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去理解为什么要有阵型，那阵型是要干嘛，然后再来就是还会再跟大家继续出这个接发球阵型的那个系列，因为接发球阵型，不管你在哪个层级，你在外面打野场，像今天这个方向很够用。那之后你可能打系队，有一些正式比赛要去打，外面菜市场杯，就是你在往更高层级走的时候，你就会需要更多的观念去维持你的球技，你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方向的地方。那这个接发球阵型的系列很重要，它一定可以帮助你在球场上的表现，让你发挥得更好。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这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跟按赞哦。我们下次见。